家好，小袁同学，我今天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开箱。今天早上呢，我收到了这么一个小盒子啊，好久没有看到可乐标的这个包装箱了，这是我最近买过的唯一一个徕卡的小东西，是什么呢？上面写着 Lux Grip，Yes， 这是它的那个拍摄手柄。那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。然后打开这个呢，就是本体了，快速指南，各种语言的快速指南。然后这呢有一个充电器。那我现在这个手柄呢，已经用了12个小时了。我测试了它所有的基本的这个功能，我总体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。那首先呢，它的这个优点呢，是在于这个磁吸非常的牢固，非常的牢固，是怎么转的？你不用担心它会掉，不用担心。你看各种分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大家要注意，就是 iPhone 12以后的有 MagSafe 的这个手机呢，它才能用。但是呢，它本身是需要充电的，大家会注意到它后面是有一个Type C 的这个接口，它本身是需要用它自己的电去作为蓝牙连接这个手机的，但是你吸上去以后呢，它并不意味着它是可以给手机供电的。但反过来，你如果在这边拖一根线到它底部的时候，它是可以用手机去给这个手柄充电的。那昨天我充了一下以后呢，充电速度还是挺快的。这是我第一个要想说的。第二个呢，它整体的这个设计呢，还是非常的简洁和流畅。一共是四个钮，这上面呢有3个钮，这是银色的是快门键，然后有2个自定义键，然后这边是有个旋钮。这个旋钮有一点呢，是它是可以往里面单击的啊，往里面单击的。功能待会儿再说。当你打开 Lux APP 的时候呢，它就自动的会去连接。然后如果没有任何操作的话呢，它5分钟以后呢，它就会自动休眠。当你需要重新唤起的时候，你就长按这个快门按钮5秒钟呢，它就会重新连接这个手机。那我现在用下来的这个想法呢，就是因为我这个是 iPhone 16呢，在这里呢是专门有一个这个唤醒原生相机 APP 的这么一个按钮，但是呢，这个按钮呢是没有办法自定义的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呢是把原来的那个静音键呢，把它改成了一个唤醒键。你只要在这个桌面的时候呢，你稍微按一下这个，我就能把这个 Lux 给唤醒。那连起来了以后呢，大家可以注意到，我如果默认的话，它是横屏，但是它实际上是可以竖屏拍的啊，横竖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它有一个磁吸的一个位置的这个轻微的手感，帮助你固定非常牢，非常牢。这里面呢，就是我在讲它的功能之前呢，我要吐槽2个小点啊。第一呢，就是当你在横屏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它没有一个人体工程学，它不是一个人体工程学的一个手柄，是一个很圆的圆柱体，再加一块板。这个圆柱体呢，基本上就是徕卡的 SL3的这个拿下来重新构建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它大家知道徕卡本来就没有什么任何的人体工程设计可言啊。那你拿下来了以后呢，它的 MagSafe 的位置呢是固定的，所以它的手柄的位置呢其实也是固定的。你就会发现，在很拿的时候，你的这个手啊，你的大拇指是无处安放的。大拇指无处安放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适应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抓握。你握在这里的时候呢，这个手机的这个底部呢，会戳到你大拇指的这个根部，这个手感就是会差那么点点。然后当你竖过来的时候呢，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然后你这个大拇指是有地方可以放的，然后呢，也是用食指去控制。但是当你用默认的24毫米的它的这个镜头在拍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，画面上是会把你的这个手指的一部分拍到这个镜头里面去。那如果你是用那个超广角的那个镜头的话，它会把整个手柄也拍进去，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啊。
它的这个设计呢，在这个竖直的这个横屏的时候呢，它实际上是可以竖着放到桌面上的，但是呢，它横过来的时候呢，它就放不了了，它最多只能这么放。OK， 这是它的一个问题啊，也不算问题吧，就是它就是这么设计的，它没有办法去调角度啊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个手柄是如何配合徕卡 Lux APP 来操作的。首先呢，我已经把那个静音按钮呢切换成了一个唤醒按钮，所以呢，我长按这个唤醒按钮呢，它就打开了。打开了以后呢，哎，看我们现在在那个咖啡馆啊，然后我们的摄影师，哎，然后呢，我这个时候呢是需要长按这个快门按钮5秒钟。好，这里变绿灯了，然后它就连上了。连上以后呢，我就可以开了。那么，默认的话呢，我在这边呢是这个做了一个按钮的这个设定，所以呢，这边是看，这是前置镜头，然后这是5倍的镜头，是2倍的镜头，这是1倍的镜头，这是超广角镜头。对，这边的按钮呢，就是一个镜头切换的一个按钮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功能键呢，它其实是用来切换它的这个模式，比如说这是光圈优先模式和这个 P 模式啊。你看，大家可以切换一下，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标准镜头，然后呢，这个旋钮呢是可以调曝光补偿的，它最多呢是居然有6档的曝光加减档，从-6到正6，你只要滚这个波轮就可以了啊，只要滚这个波轮就可以了。那么如果我要切换相片的这个风格呢，首先呢把这个波轮呢往里摁一下，它就切换到下一个功能然后我们再拨波轮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切换它的所有的这个效果啊，我觉得这个效果，当然我现在最喜欢的呢就是那个 Eternal 的效果以及 Chromie 的这个效果啊，就是一个是比较日常的效果，一个是比较浓厚的这个效果，但是这是 Eternal， 但它的非常浓，然后呢其他呢就有个人当然喜欢，然后呢它还有黑白的这个效果，我非常喜欢这些黑白的效果，特别是它新推出的 One Model A 非常的古典非常古典，只要转就可以了，再切换又切换回来它的加减档。OK， 那么如果我切换到 A 的模式的话呢，那么首先这边呢还是加减档，然后再摁一下以后呢，它实际上sorry， 那么这个还是在它的这个颜色色调。第二呢是它的光圈这个就可以换光圈了。那么这个呢还是显示的这个模式的问题。OK， 然后这个是切镜头，这是切镜头。So， 然后我看到一张好的不错的这个构图。Sorry， 为什么每次都是默认这个 ？OK， 看就可以了。大家还有注意一点啊，就是它这个按钮呢，它是有2段的这个触感的，所以它实际上和我们拍正常的照片是一样，它是可以半按快门来对焦的，当然你也可以用触屏对焦用触屏对焦。来，我们半按快门，然后来乌桑给大家打个招呼，好，就拍到了。那么你要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呢，你就这里打开看，就会非常的清晰。它里面也有这个位置，然后我是用 RAW 格式去拍，生成了HEIF 的这个文件所以我是觉得，这个最后的评价我最后再说这就是我们的一个。那么我们来点击这个画面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这个屏幕上手机的这个电量、手柄的电量都在这上面都在这上面。然后所有的这个手柄的这个它的就是按钮呢，它是可以自定义的。我们是在它的这个菜单里面
看到有徕卡 Lux Grip 以后呢，就可以去自定义它的 Function Button 1的按钮和 Button 2的按钮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功能在里面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APP 的这个用法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琢磨去研究一下。OK， 我用了1天以后的这个手柄以后呢，我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总结，因为已经有人在问我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。那我的评价是，如果你觉得你需要这个就快捷的用单手就能控制所有的操作，有拍照的这个感觉的话，而且你又有徕卡的这个情节的话呢，那这个产品对你来说就是 OK 的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产品它本身要2300多块钱，然后呢，去掉500块钱他送的这个年度会员的话呢，也要1800块钱啊，所以其实真的不是很便宜。当然，徕卡从来没有一个产品说它也是有性价比的，所以我们用性价比去聊徕卡的产品是很傻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呢，我是觉得说，这个产品它设计出来就是给你配合喜欢用徕卡 Lux APP， 然后喜欢它的这个滤镜，然后喜欢用它的那套东西，完了以后又希望能够快速操作这个 APP 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很好用的。那我以后会觉得在出去拍照的时候，当你不想拿出一台相机很麻烦很繁琐，但是呢又觉得用手机拍呢又没有仪式感，或者说它操控又很麻烦的时候呢，这个东西是能解决的。但如果你不是用徕卡 Lux APP 的话，那么它其实是有很多平替的，我们有很多的国产的这个手柄，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到，功能一点都不差，也是用那个 MagSafe 的，所以呢，它真的就是为徕卡 Lux 的这个 APP 的用户量身定做的一个附加的产品，它非常的小众。然后它还有一个皮套子，那个皮套子好像有800块钱哦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几百块钱，然后居然还是另买的，它不是送的，天哪，一点没有性价比，但是它会给你很多的这个情绪价值。可乐标啊，可乐标就大概值了一大半的这个钱，所以手感也没有，但是呢，你这么拍照片要比你这么拍呢，其实手感会好很多。那另外呢，我会有一个体会啊，我因为用的是这个图拉斯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手机壳子，那么我如果是用了图拉斯的这个手机壳子，大家关心的是它还能用吗？其实一样能用啊，一样能用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图拉斯本身的它这个旋转支架可以很方便的给到一个旋转，很方便。当然了，你就没有办法用它的这个支撑功能了，但是用还是可以用，很牢靠，非常牢靠啊！这就是我用了1天以后的徕卡 Lux Grip 的一个初级体验，给大家做一个解释。合不合用，喜不喜欢，都是你自己的决定。但是最终我们要是说，它毕竟有一个徕卡标。好，今天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